第19章，山不容辱。洞外的脚步声终于不再刻意压低，枝叶被踩断，石子滚落，低声的交谈与兴奋的呼喊混在一起，像一股并不熟练却自以为占据上风的气势，正向山洞逼近。司叶站在洞口，他的身影不算高大，却刚好挡住了整个洞口的光。午时的阳落在他背后，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温度，反而让他的轮廓显得更加冷硬。山民们一眼看见他，先是一愣，显然他们没有料到洞口会站着一个人。下一瞬，议论炸开：是他，昨天夜里那个人，熊就在里面，准没错，把熊交出来，快点，别让驼能跑了。七嘴八舌的声音交叠在一起，年轻、躁动，带着一种尚未被现实真正痛击过的狂妄。这群人多半都是年轻人，有些甚至脸上还留着未退的稚气，说话时却一个比一个狠。司叶没有回应，他只是侧过身，回头看了一眼洞内。母熊伏在洞壁旁，胸腔起伏已经很弱，腿上的剑仍插着，黑色的毒痕正沿着伤口向外蔓延。几只小熊紧紧贴在驼身侧，低低的呜咽，像是本能的知道这一次不一样。司叶的眼神沉了下来。昨夜他对这头熊出手毫不留情，那是因为驼一开始是真的想要二人的命，可后来的几天，驼带着果子，带着猎物，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护着幼崽，用驼能理解的方式交换一个共存。那不是野兽的凶，而是手。更何况司叶很清楚，在山民的传统里，熊向来被视为山的守护者。猎可以猎，却不该赶尽杀绝，更不该用毒箭这种手段。这一箭不只是要杀熊，也是在羞辱这座山。怒意在他心底翻涌，却被他生生压了下去。司叶一向低调，低调到很多人会误以为他没有脾气。他转回身看向洞外的山民，声音冷得像石：姐要放下。他顿了一下，然后滚。话音落下，洞外静了一瞬，下一刻笑声爆开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整片。有人捧腹，有人拍腿，有人指着司叶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他说什么？解药？哈哈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人敢跟我们这么说话？在众人笑声之中，一名年轻男子走了出来。他比其他人站得更直，背脊宽阔，肌肉线条明显，皮肤呈现出常年在山中活动的古铜色。年纪不大，却已经有了几分领头的气势。龙山，这群人的中心。他歪着头打量司叶，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。把狗熊一家交出来，他说，语气像是在命令，否则……话莫说完，他发出一声不屑的啧，右手在脖颈前一画，动作随意，却带着赤裸裸的威胁。司叶的眼神更冷了。就在这时，司叶，一个带着极意的声音从洞内传来。步雨跑了出来，他的脚步还有些不稳，却顾不得疼，直直冲到司叶身侧，脸色发白。大熊快不行了，他低声说。他的出现像是往人群里投下了一块石头。刚刚还满是笑声的山民忽然安静了一瞬，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他身上。出惊云雨的步雨已经不再是那个只靠冷静支撑自己的女子，她的气色变了，肌肤在山中日光下显得柔亮，眉眼间多了一层说不出的温润，原本收敛的气质如今像是被什么唤醒，既不张扬，却让人无法忽视。那不是刻意的媚，而是一种内在被打开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生命感。对于这群刚刚懂得男女之事的年轻山民而言，太过刺眼。有人下意识地咽了口水，有人眼神躲闪，又忍不住偷看。而龙山则是毫不掩饰，他的目光像是粘在步雨身上，从脸到颈再到身形轮廓，一寸都不愿放过。他，龙山笑了，那笑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贪婪。他给我，他抬手指向步雨，我饶过你们。这一刻，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据为己有。司叶站在那里，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，可空气却忽然变得极重。
不语只觉得身侧的男人像是瞬间变成了一座压住天地的山，那股冷意不是冲他而来，却让他下意识地往他身边靠了靠。司业动了，没有拔剑，没有杀意外放，只是一步踏出，下一瞬，第一个还在笑的山民膝盖一软，直接跪了下去，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因为腿被打断了。第二个、第三个，骨裂声接连响起，却被压得极低，像是被什么力量强行镇住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。司业的动作很快，却不致命，拳、肘、膝、脚，每一次落下都精准的可怕，不是要命的位置，却是让人失去行动力，甚至终身残废的地方。这不是杀，是废。不到片刻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一群人全倒在地上，哀嚎声这才迟迟响起，只剩下一个人还站着。龙山。司业停下动作，看了他一眼，轻轻咦了一声，像是真的有些诧异。司业不知道的是，龙山此刻心中同样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作为影龙族内的天才，他早已将祖传的山岳断体诀修至第5重，皮肉如岩，筋骨如钢，正是凭着这一身本事，他才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。方才那一下，他确实挨了，却硬生生扛了下来。龙山喘着气，脸色难看，却仍撑着站直，眼中怒火与不甘交织。司业向前一步，正要再次出手，住手！一声低喝从森林深处传来，声音沉稳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。司业只顿了一瞬，没有回头，下一刻他已经动了。砰！龙山只来得及睁大眼，整个人便被一拳轰飞，重重砸在岩石上，鲜血从口鼻涌出，身体抽搐了几下，便不再动弹，哭喊声这才真正爆发，在森林间回荡。几乎同时，一道身影如疾风般掠入场中，那是一名中年山民，身形高大，鬓角已白，眼神却锐利如鹰。他的步伐很快，却不乱，每一步都踩得极准，显然是久经山林与厮杀之人。他看到满地倒下的年轻人，脸色骤变，怒意如实质般涌出。司业却已经蹲下身，翻找龙山的口袋。很快，他取出了一个玉瓶，拔开塞子，闻了闻，确定无误。他起身将玉瓶递给不语，给大雄。他说。不语接过，重重点头，转身便跑回洞内。司业这才转过身，与那名中年山民正面对峙。两人的气势在空气中碰撞，一边是历经山林岁月，肩负族群威望的老者，一边是刚刚踏入山市却已锋芒出城的司业。风忽然静了，山像是在听，而这场对峙才刚刚开始。第20章，山势对峙。山风在林间流动，却像被什么按住了喉咙，带不起半点声音。七凤山忽然变得很重，原本清晰的虫鸣与鸟叫一点点消失，只剩地上断续的呻吟。年轻山民横七竖八倒着，血腥气混着泥土潮味，闷得人胸口发紧。司业站在洞口前，他背脊笔直，双臂自然垂着，既不摆架势，也不刻意压人。可正因为太平静，反而像一把收在鞘里的刀，不出鞘时更让人不敢靠近。他对面站着一名中年山民，龙松，影龙族的守山者，老一辈修行者，山岳断体诀的传承人之一，鬓角已染霜白，眼神却锐利的像能盯住人，站在那里就像一座沉默的山，后沉，让人下意识想绕开。龙松先看了一眼倒地的龙山，那一眼极短，怒意与心疼像潮水翻起，却被他硬生生压回胸腔。他抬头看向司业，目光不再审视，而是正视。你不是普通的江湖人，龙松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稳。你下手很重，却不取命。你知道分寸，也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。司业没有回话，他只是看着对方，目光平静。沉默不是退让，而是他一贯的方式，能不说就不说。龙松眉头微皱，在影龙族的地界，被一个外人逼到这一步，他若就此收手，
不只是他脸上挂不住，整个族群的威信也会被踩到泥里。龙山年轻，行事失了分寸。龙松语气放缓，却没有示弱。我会管教。他话锋一转，声音沉下去。但你也伤了我族的人，这一笔总得有人来过一过。林间的气氛瞬间改变，没有杀意，只有一种收敛到极致的试探，像拉满的弓弦，还莫放箭，已经让人心惊。司业抬起头，你要动手，4个字，干净的像刀刃。龙松不答，他向前踏出一步，只是一步，脚下的土地便微微下陷，细碎石子被震得跳起又落下。那不是故意发力，而是山岳断体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，身体自然带出的重。以身为山，以骨为岳，修到深处，皮肉筋骨层层叠加，如同岩层堆砌，外力落在其上会被反震回去。打山的人往往先被山震伤。龙松抬起双拳，没有繁复起手势，只是站得更稳。然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更重了。司业也向前踏出半步，子午阴阳诀在他体内自然运转，阴阳两股力量交错流转，彼此制衡，使他的身体落在一个最稳定的点上。他没有刻意提气，却已完全进入应战。龙松眼中闪过一抹讶异，他看得出来，司业的功法不靠蛮劲硬压，而是讲究平衡，能接也能化。好，龙松低声道，那就是是。话音未落，他已踏不出拳。这一步踏出，地面像被重物压了一下。龙松的身形看似不快，甚至有些缓，可那一拳推出时，却让人产生一种避无可避的错觉。庞福不是拳在前进，而是整座山在向前移动。司业瞳孔微缩，他没有退。他清楚，若退，这股山势便会一路压下来，直到把气势完全碾碎。司业踏前半步，不是迎山，而是贴山。他的拳没有死磕对方拳锋，而是在接触前的一瞬微微一偏，拳锋擦着对方拳侧掠过。砰！沉闷的撞击在两人之间炸开。司业只觉得手臂像撞上厚重石壁，杨静强行接住正面冲击，阴茎随即流转，把反震引向肩背，再顺着脊椎散开。即便如此，他脚下仍旧一沉，在泥地上踩出清晰的脚印。龙松心中一震，这一拳他莫留力，对方不但接住，还化去了大半。好手段！龙松低喝，第二拳已然跟上，更沉，不再直来直往，而是全是位置，压力先到，空气像被挤开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司业不应挡，他侧身一步，肩膀与拳锋擦身而过，同时手肘向前一顶，撞在龙松胸侧。咚！那一肘结实的像打在骨上，可落在龙松身上却像撞到后沿，只让他上身微晃。龙松低哼，脚步却不退。山不是这么推的。他反手一扫，手臂像横推而来的石梁，直接封死司业的退路。司业眼神一沉，他放弃闪避，双臂交叉，硬生生挡下。砰！气血一震，喉间涌起一丝腥甜，被他强压回去。可他仍站住了。龙松脸色第一次变，不是怒，而是惊。他很清楚，这一扫足以震退寻常断踢者，可司业只是承受，然后站住。两人距离瞬间拉近，拳、肘、肩、背几乎同时碰撞，没有花巧，每一次出手都直指最有效的部位。拳拳落下，声音沉闷厚实，像两块岩石不断相撞。司业的子午阴阳诀高速运转，阳劲在外承受冲击，阴劲在内化解反震。他不急着一击制胜，只在一次次对撞中摸清对方节奏。而龙松越打越沉，他的力道像在叠加。第一拳是一块石，第二拳是一块岩，第三拳便像一整片山壁压下来。司业呼吸渐粗，不是因为力竭，而是这种对抗本身就在磨心神。他渐渐感觉到龙松的力量并不均匀，有些瞬间厚实的像无缝粘层，而在某些转换之间会有极短暂的迟滞。那不是破绽，而是山势移动时
必然产生的缝隙。司业眼神一亮，下一次交手，他不再正面承受。在龙松心力将起，就力未散的一瞬，司业骤然贴近，一拳落在肋下，不中，却准。龙松闷哼，终于后退半步，仅仅半步，却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震。林间一片死寂，龙松稳住身形，没有立刻再上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被击中的位置，又抬头看司业，那目光里试探已散，只剩确认。两人再度对峙，拳头仍举着，谁也没有先退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苍老却清晰的声音从山林深处传来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顺着山势滚落，层层传递。够了，2个字出口的瞬间，林间的风骤然一滞。司业与龙松几乎同时变色，不是因为杀气，而是那声音里的重量像整座山在开口。下一刻，一道身影自林间缓步走出，来人并不高大，甚至略显佝偻，灰白长发束在脑后，身上只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，看起来就像普通老山民。可他每走一步，脚下的土地便自然而然沉实一分。庞福山在随他而行。龙松看清来人，脸色彻底变了，他猛地收拳，单膝跪地。族老，这2字一出口，倒地的山民们不论伤势轻重，都挣扎着扶下去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引龙族族老，代表这座山意志的人。族老的目光在满地狼藉上扫过，没有怒，也没有责，只有平静。那种平静，让人连辩解的念头都生不出来。随后，他看向司业，那一眼很深，像在看人，也像在量一个山外之人值不值得被这座山记住。司业没有退，也没有跪，他只是微微垂手，表示尊重。族老看了他片刻，忽然轻轻一笑。能在山前站住的年轻人不多了，话很轻，却像一锤定音。龙松低下头，喉结动了动，终究没有再说话。他明白，这一战已不是他能决定要不要继续的事。山已经开口了。族老没有立刻转身，他的目光越过司业，落向洞内。那里光线昏暗，却仍能看见一抹纤细的身影静静站在洞口阴影之中。不语，他没有出声，只是站着。可就在族老目光落下的瞬间，他忽然觉得胸口一紧，像是被什么看透，又像是被整座山轻轻触碰。族老的眼神在他身上停留了极短的一瞬，短到旁人几乎无法察觉。可那一瞬却让龙松心头猛地一跳，因为他在族老那双看遍山中岁月的眼里看见了一丝讶异。族老缓缓收回视线，嘴角的笑意淡了几分。原来如此，声音很轻，却像一颗石子落进深潭。没有人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只知道这座山从这一刻起已经记住了洞里的那个女子。